刚从中国回去，伊朗就与死对头沙特恢复了关系。对此，美国可真的要难受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过去我们就分析过中国与美国实施的中东战略差异问题。美国要把伊朗树立成整个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敌人，甚至不断的发动战争，通过向阿拉伯国家输出军事安全战略，维护其在中东的军事霸权和美元霸权。而中国的战略是与伊朗和海合会成员国都发展经济合作，特别是通过自贸区的建设，为整个中东地区的发展提供支持和帮助。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实现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同时也能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巧合的是，就在伊朗总统莱西访问中国之后，中东的战略格局马上就迎来了一场巨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如果沙特认真对待两国关系的改善，伊朗对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非常感兴趣。伊朗已经准备好了在沙特恢复大使馆，并且展开更高层次的双边交流，与任何伸出热情之手的人握手。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沙特与伊朗是基于宗教问题的世仇。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主要也是敌对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人们应该想明白，如果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全面缓和了，那么美国使用军事安全战略控制中东的局面就会被打破，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将更加自主，地区局势的缓和将更加有利于中国与区域国家发展经济合作，美国的影响力必然会大幅度的下降。伊朗的这次积极表态，巧就巧在总统莱西刚从中国回去，而且中国与伊朗的联合声明中也明确提到，中国支持中东区域国家通过对话缓和关系，加强团结合作和睦邻友好。这个态度，中国不只是传达给了伊朗，同样也在中国与海合会和阿拉伯国家举行的高峰论坛上提出过。中国的目标是让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能与自己发展经贸合作，而且让这些敌对的国家能够化解历史恩怨，实现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我们要注意，美国能给沙特等国的帮助，主要就是安全保障和武器装备的出口。现在中国已经把052D 中华神盾舰开到中东，参加阿布扎比国际防务展。美国能提供的任何军火，中国都有替代的解决方案，甚至连美国无法提供的，我们都能卖。所以，只要伊朗与沙特的关系缓和了，只要中国也能够提供美国所能提供的一切武器装备，那么这些中东国家摆脱美国影响的步伐就会加快。美国在中东地区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石油美元霸权的问题。中国与伊朗的石油交易大量使用人民币结算，接下来有可能在与中东阿拉伯国家进行石油交易时，也逐步使用人民币结算。中国谋求与中东大多数国家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将相关国家都联合起来，共同发展。所以，中国的中东战略就是通过缓和该地区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让这些国家更有意愿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中国等于是在告诉中东国家，除了抱美国大腿，其实还有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可以走。伊朗与沙特关系的缓和，必然会带来一场中东战略格局的巨变。现在着急的是美国，而且这个趋势很可能无法阻挡，因为当地各国苦美国久矣，有了中国的支持，他们对抗美国的收割和欺压就有了更多的底气。我们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做，其实已经做了很多。这就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塑造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